骆大人，既然殿下肯陪我演完这场戏，他是不是把我当做亲近之人了？任大人，那我也陪你演完了这场戏，你猜猜，我是否把你当做亲近之人？你这个人生性比较冷淡，如果肯陪我的话，自然是把我当做亲近之人了。不过如果在水寨先遇上你，那我求嫁的可就不是太子了，而是刑部尚书。任大人，骆大人容不得别人开这种玩笑，见谅。太子为何要替我道歉啊？骆大人，骆大人，权倾朝野的忠义侯可是被狠狠打了一巴掌，是被我任安乐打的。你就这么走了，不给我开个庆功宴啊？哎，你是怎么跟这种人相处的呀？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的。骆大人一开始便与别人不同。当年紫元入京，骆明熙作为侍卫陪同一起，只可惜眼下这偌大的京城，也就只有我和他还能聊聊故人。聊故人，这种事太子殿下都能跟我说了，是不是说明我们又亲近了一些呢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是不是离这里也近了些？任安乐，你到底是？到底什么？太子殿下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。这黄大人真是没有眼力劲儿，真是。太子殿下刚刚想说什么？我们继续。你什么时候和黄大人结盟的？殿下明日陪安乐去凌香楼，我再告诉你。这西山白鹿真不错，也就只有你骆大人还有闲情雅致在此品茶。如今太子殿下身边多了个得力助手，我自然可以稳坐泰山。你与他倒十分熟悉。殿下如此在意此事，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？我只是意外，这任安乐同你初次见面，竟能得你青眼。殿下有话，不妨直说。帮个忙，调查一下任安乐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不信任任安乐所求，真是太子妃之位。任安乐有勇有谋，一个太子妃之位，不值得他在科举案中如此大费周章。好啊，那我便替殿下寻一个答案。我以前误会任大人草莽无知，经此案之后，我才发现任大人胸有丘壑，实乃良人呐。任安乐，我有正事要问你。殿下说的是我们的婚事？我知道，你有事瞒着我。殿下这意思是希望我能够对你知无不言啊？我既然选择信任你，也自然希望你能够信任我。安乐现在满心想的自然是怎么当上太子妃，到时太子殿下便会知悉我的心了。侯爷，侯爷，陛下怎么说啊？陛下说，秉公办理，我万般求情，只落得个流放的结果。那我儿齐妃没救了。侯爷，齐善就白白的折在里面了吗？
任安乐呢？他办得大案，自是深得陛下赏识。拿我儿子当垫脚石，我堂堂忠义侯，竟然被一个女水匪给耍了。侯爷，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定不会让任安乐好过。侯爷。太子殿下，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赶鸭任安乐营，你怎么看？用眼睛看，那你怎么想？不值得想。上次我没压他，这次我就要压任安乐了。对，压他准没错。全都压我听你的，哎，你快点，你快点。哎，各位江湖朋友们，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！嘿，你们应该也都知道这场赌局的前因后果吧？知道。一开始呢，大家都以为我任安乐是当不上这个太子妃的，但是就在今天，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跟太子殿下做了一个很好的约定，以后只要我每完成一个任务，太子殿下就会让我的位分升上一级。太子殿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承不承认你这个诺言？我当然不承认。哎，嘿，看，凤仪，太子殿下自然得承认，不然太子殿下想要收拾这赌局，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？哎，各位，我今天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科举舞弊案，所以我的位分从这里升到了这里，也就是说，我离太子妃又近了一步，哈哈哈哈！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会给你们带来希望。我任安乐一定会为大家赢得更多的钱。哎，去压我吧，啊，多压一点儿，哎，压任安乐啊！这下妥了，拿多点钱投我啊，肯定能赢，10倍10倍的赢。任安乐啊，够了。说够了没够啊？哎，压多点啊！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今天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，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把戏。任安乐，我今日不负你的面子，既是因为你突破大案，立了威名，也是因为你惹了忠义侯，树了仇敌。今日有我站在你的身边，既能助长百姓对你的敬仰和信任，也能让忠义侯的手下不敢轻举妄动。至于其他的，你别多想。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旨意到太子府了，请您尽快回宫。啊，别忘了我的庆功宴啊！陛下，太子殿下。陛下，臣听闻您判了古奇善流刑，可是按照大京律法，其罪当诛啊！坐。先喝茶吧。太子，你现在能喝了这杯茶吗？若是此时急于喝茶，便会烫伤自己，先放放再说，不急。陛下是说，忠义侯？他手握重兵，盘踞江南多年。你和任安乐刚刚敲掉了他的大理寺，现在又想杀他的儿子。你须知，
狗急跳墙日，便是恶狗伤主时。你呀，就是做事过于心急。不过现在任安乐在你身旁，倒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朕是觉得他在你身边是件好事。君子藏器于身，需待时而动。谢陛下赐教。如今你旗开得胜，我该向你道一声喜。怎么样才算得上胜呢？古岐山从秋后问斩改为流刑，数条人命，百官死谏，万千考生血泪迎金，还是抵不过龙椅上那位的一生人情罢了。你须知韩仲远本就多疑，在他眼中，一个听话的奸臣，远比一个正直的忠臣来得重要。对了，你的旧友，镇守西北的安宁公主，再有几日就要进京了。帝家与韩家的旧事，与他无关。但说到底，他毕竟姓韩，到最后，你的计划他总会知晓。我明白。如今这科考舞弊案办得太过顺利，韩爷已经对你起了疑心，所以他委托我来调查你。3万水师只为求聘，若是这位储君韩烨能这么轻易相信，那他就与这茶楼里的听客无异了。但你在钟义侯面前已经暴露了，这可有些棘手啊。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远琴，下棋的时候要专心些才是。可惜了，本来马上就要赢你了。小姐，无妨，还有后招。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敢玩行刺？袁叔，速战速决啊！好嘞。小心左边。你没事吧？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安乐姐，没受伤吧？哎呀，明明人家是要来取我的命的，没想到我倒是无人顾及啊。谁说的？我们殿下很关心安乐姐的，你看，都叫我们贴身侍卫来保护你了。岳叔，别打了，他是太子的侍卫，自己人，太好了。这院叔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连自己人都打？他一碰到高手就高兴。再来，若非我刚刚说话了，一招就能制服你。别走！不过这一回，我们想的道不相同了。你之前得罪了古云年，他先是刺杀你尸首。后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被他察觉你的身份，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自然是不会后悔。但我得护你周全。
你想迎他入京？没错，那位假弟子元下山之后，他便是你最好的掩护。如此一来，更难有人将任安乐和弟子元联系到一起。还有，古云年如今想扳回一城，他联合各朝臣对韩烨施压，还鼓动后宫要把他的女儿送入太子府。哼，这古云年想的倒是挺美的。他这样做，既是针对你，又是挑拨韩烨父子关系。不过韩烨太过执着于帝韩的旧约，若是我们能把弟子元送下山，凭太子执念，或能乱中取胜。越乱越好。只是我以3万水石求聘，太子妃之位，岂能绕开我？母亲，每次内侍来报，都说你忙于国事。忙于国事，怎么连家事也管不好啊？这些日子未曾给母亲请安，实因我是说，这太子都20多岁了，还未大婚。他的婚事都快成为大晋国头号笑话了。儿子未必不想催他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拿着先皇的遗诏作为借口来推脱，儿子确实不好说些什么。太子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当年你父亲糊涂，草草地定下了一纸婚约。难道你也要继续糊涂下去？太子的婚事是家事，更是国事，岂能被一个帝家女给耽搁了？孙嬷嬷，王公贵族的千金小姐，京城里适龄的大家闺秀，庚帖都在这儿了，我就不信还选不出一个太子妃。这大晋的适配女子都在这上面了，选一个吧。太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臣婚姻之事，信守皇祖父之诺。守诺？你倒是活得自在，可朕呢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些日子前朝后宫都在给朕施压，都在问朕为什么不给太子你婚配啊？臣不孝，让陛下烦忧了。你是不孝？你看看这天底下，哪还有像你这么大都不成婚的儿子？你是太子，生在天家，这家事便是国事，你不愿，你就不怕天下人说你不忠不孝吗？臣娶弟子元，乃是全了皇祖父之愿，如此便是尽孝。如陛下所说，生在天家，家事便是国事，臣尽孝，便是尽忠。你给朕闭嘴！臣再求陛下成全。出去！
殿下，韩烨守诺之心，坚若磐石。唉，陛下，请用茶。太子选妃，怎么能少了我这3万水石求娶的任安乐呢？太子殿下，我来给你解围了。大理寺卿任安乐，拜见陛下。嫔身，仁卿见朕何事啊？安乐是来赔罪的。仁卿何罪之有？安乐一心想要讨好殿下，查案心切，就把侯府的嫡子给绑了。这一上来就惹了这么大的祸，还望陛下可以原谅安乐初入京城，不懂官场之道理。大理寺掌管天下刑狱，判世间善恶，你秉公执法，何罪之有？陛下，这是在夸安乐，那也就是说安乐就不用赔罪了。多谢陛下。你为什么觉得朕会给你治罪啊？我听说忠义侯的女儿要嫁入太子府，我就在想，那我这嫁妆打了水漂，我还得罪了忠义侯，岂不是就应了那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我就前些日子你求嫁，却未婚配，如今的会试舞弊案办得漂亮，朕怎么会怪罪于你呢？朕倒觉得你是块当官的好材料。哎，不，安乐入朝为官，其实是为了可以配得上太子殿下。我这不听说这太子妃可能是旁人了，就不管不顾的过来了吗？如果让朕来选，朕还真觉得你是太子妃的合适人选。只可惜啊，这选妃的毕竟是太子。现在安乐愿意嫁，但是太子殿下却不愿意娶。哎，不如就将这太子大婚变成太子选妃，算我一个。让那个弟子园也加入进来，这样算是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任安乐，你为何当太子的说客呀？哎，这不叫说客，人都是为自己着想的。哎，陛下您想想，我呢是想要做太子妃的人，那我必须得迈出这第一步才行。这太子他不愿意完成这门婚事，现在他就只盯着弟子园一个人。此事确实无解。有解，解法就是太子选妃。只要让弟子园入局的话，太子殿下自然也会欣然入局。太子殿下，接旨吧。本朝众道统以应乾坤，天命阴阳不可或违。今太子韩烨适逢华岁，何纳妃嫔？故朕昭告万方，凡女及笄，姿容端秀，皆可成名验身，候选太子妃。谢过陛下，臣心意已决，恕不能接旨。帝是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亦在此次选妃之列。钦此。陛下同意他下山了？是啊，陛下同意让弟子园下山了。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！殿下，接旨吧。臣接旨。来，安乐可是跟着殿下从晋南跟到了京城，以3万水师作为嫁妆，只为求取一个太子妃之位。殿下倒好，眼里心里都是那个岱山上的弟子园。
殿下想要什么，安乐都会为殿下做到。殿下头疼东迁流寇，安乐便帮你把他们给灭了。殿下头疼大理寺冤案，安乐便代替裴瞻亲自上阵。殿下的太子妃非弟子缘不可，于是安乐便求着陛下将那带身上的弟子缘给放了下来。只是太子殿下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只盯着弟子缘，也看看身边的任安乐呀？满天的夜下，照彻了夜幕，雪落了白头，期待你回眸。若今生不渡，会与你被明月所眷顾，怎奈一生长长不过相思苦。如今韩仲远已松口，让弟子缘下山。山上那位准备的如何？10年前并无蹊跷，只是偶尔会向往外面的景色。如果她是个听话的棋子，我们便给她自由。大人，还有一件事有些古怪。说。与弟子缘一同长大的安宁公主中住了任安乐。安宁公主与弟子缘幼时共同授业，交情颇深，却在帝家灭门后几日大病一场，身边仆人亡故，此后便奔赴西北，一直未曾回京。那就找个时机试他一试。子渊，陛下现在准你下山，我的心情是既惊喜又害怕。子源，你等等我啊！安宁，你快点，我们去假山后边玩。好啊。子渊和将军是昔日好友，如今他回京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我自然是欢喜啊，只是小时候比武总输给他，不想又在他面前丢脸。10年了，这座静安侯府终于要迎回它的主人了。只是不知这次回京，对他来说是福还是祸？将军也离京多年，一直待在西北，这是为何呀？自然是喜欢西北啊，在西北自由自在，骑马射箭，好不快活，不像皇宫这般无趣。的确，只有皇宫才会养出这种无趣之人。但据我所知，将军儿时性格温顺，怎会喜欢待在那种蛮荒之地呢？是子源让胆小怯懦的我知道，何为山河壮丽，海阔天高。子源参见安宁公主，这是子源为安宁公主准备的见面礼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真漂亮，好漂亮啊！您是大晋的长公主，有朝一日当翱翔于9天，看万里山河。果然有故事。